你知道 DNA 检测报告上为什么写的是99.99%，而不是100%吗？大多数人以为这只是数学上的严谨表达，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剩下的0.01%有时候能颠覆整个案件。10年前，我接手了一起看似铁证如山的杀人案 ，DNA 证据确凿，99.99%的匹配，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板上钉钉的铁案，包括我自己。直到我发现，有时候最不可能的事情，恰恰就是真相。那年冬天，我因为工作失误导致败诉，在律师圈里抬不起头，没有像样的事务所愿意要我。最终，靠着父亲的关系，我勉强在启明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个职位。而试用期的第一个案子，是个人人不想接的烫手山芋，要为一个杀人犯辩护。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嫌疑人李小满男，38岁，刑满释放人员，在死者的指甲里发现了皮肤组织，经 DNA 比对和李小满匹配度99.99%，直接就在公安部的 DNA 数据库锁定了。可据嫌疑人自称，案发当晚自己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但警方对附近邻居的调查走访，得知该嫌疑人一直有仇富行为，而且案发整晚都不在家，第二天早上才回来。这案子证据链基本完整，能辩护的空间不大，只能在减刑方面做文章。我心里清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法院案件，所里没有哪个律师愿意碰，但还是仔细的看着案卷材料。案发经过、现场勘验、证人、证言，每一项都指向李小满，特别是那个99.99%DNA 匹配度，几乎是不可辩驳的铁证。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圆圆的舞蹈班今天要交费，我先垫上了。而过了几分钟后，又来一条：房贷我也处理了，你专心工作吧。盯着屏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打开手机银行看了看余额，又想起我试用期内微薄的薪水，只能无奈的苦笑。距离开庭还有2周时间，这个案子关系到我的前途，必须全力以赴。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市看守所，见到了嫌疑人李小满。他头发斑白，面容憔悴，一点也不像一个35岁的壮年男人。更让我担心的是他的精神状态，眼神空洞，反应迟中，典型的长期酗酒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表现。而号服在他身上显得宽大，坐下时双手有轻微颤抖，这可能是戒断反应，也可能是紧张所致。突然，我注意到他右手背上有几个小红点，看起来很新鲜，像是针孔。见此，我的心更沉了。作为律师，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痕迹，酗酒加上吸毒，这样的人确实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所以我直接开门见山道：您好，我是林小野律师，是法院中心指派为你辩护的律师。律师，还有人管我这事儿吗？法律规定你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不管怎样，我会尽力帮你的。现在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11月15号那天晚上，你还记得什么吗？喝酒了。在哪儿喝的？家里先喝了点儿，后来酒没了，我就出去买。在醒来的时候，我躺在街边，天亮了。你认识王志强吗？不认识，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你去过金桂花园别墅区吗？没有，我连那个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李小满，我是为你辩护的律师，是完完全全为你的利益服务的。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那这个案子我们的机会非常渺茫。李小满，有件事你需要知道，警察在死者指甲里发现了你的皮肤组织。什么意思？这代表你极有可能去过案发现场，甚至和死者发生过搏斗。DNA 检测结果确认是你。我真的不记得律师，这个 DNA 检测是什么准确吗？ DNA 检测的准确率是99.99%。那你喝醉后会打人吗？一般不会，以前也打过，但都是有原因的。律师，我不是坏人，真的。随后我又询问了一些细节，但看起来李小满确实对案发当晚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记忆就像被酒精冲洗过一样，完全空白。但从所有的证据来看，他9成9就是凶手，而且从他的反应看，长期的酗酒和可能的毒品使用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见问不出什么后，我回到了律所，老吴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怎么样，见到当事人了？见到了，吴主任。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采取保守辩护策略。说说你的想法。从我今天见到的情况看，李小满的精神状态很成问题，长期酗酒，而且我怀疑他可能还扎针。DNA 证据确凿，现场情况明确，与其做无罪辩护，不如争取从轻处罚，避免死刑。这个思路很好，小野，你这次的判断很专业，既现实又负责任。一方面我们没有给家属不切实际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大利益。这样的结果法院衷心满意，家属也能接受，对我们事务所的声誉也有好处。小野，林院长最近身体还好吧？还好。那就好。你父亲当年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很照顾，现在想起来还挺感激的。对了，小林，这个案子尽力就好。事务所最近也在调整人员结构，
不过你先别想太多，专心处理这个案子，能争取个从轻判决的结果就很不错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如果我再不能证明自己，那不用等试用期结束就可以快走人了。就这样结束，老吴对我爸也有了交代。可我呢？林律师，求求您救救我儿子，他不是坏人，真的不是坏人。我了解我儿子，他绝对不会杀人的。大妈，您先别着急，您能先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吗？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他辩护。我儿子小满原来不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很老实，也很孝顺，虽然脾气有点急，但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打人。后来娶了媳妇儿，生了小雨，那段时间小日子过得挺好的。那后来发生了什么？3年前，我儿媳妇儿车祸死了。那天她去检查，从医院回家，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肚子里还有个娃娃呢。叔叔说是我儿媳妇自己没注意，我们是全责，一尸两命。撞我儿媳妇的那个人是个做生意的，挺有钱的。我找了厉害的律师，可最后还是判他承担次要责任，赔偿的钱少得可怜，而且那钱他拖了好久才给，还一副施舍的样子。我儿子接受不了，从那以后就开始天天喝酒，什么都不管了。小满他觉得不公平啊，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毁了。后来他去找那个人理论，结果那个人说话特别难听。他都说了什么？这点赔偿已经够意思了，别不知好歹。你要是不服再去告我啊，看法院怎么判。像你这种底层小人物，一辈子就指着碰瓷借点钱发达吧。那个混蛋说，你老婆自己不遵守交通规则，活该。就他那种穷酸样，死了也是给社会减少负担，你们就是想讹我的钱。这是人说的话吗？还有更难听的，他还说你老婆肚子里那个野种死了更好，省得生下来也是个要饭的。我开车撞死他是替天行道。我儿子听到这话就疯了，当场就把那个畜生打得满脸是伤。这也解释了李小满为什么会有故意伤害的前科。李小满出狱后的情况怎么样？出来后他就变了个人，工作丢了，天天就知道买醉也不说话，偶尔打点零工也没有长久的。我知道他心里苦，觉得对不起闺女，也对不起我，更对不起过世的媳妇儿和娃娃。爸爸总是哭，有时候半夜会做噩梦，叫妈妈的名字。等我死了，小雨怎么办？他还这么小，没了爹，没了娘，又没了奶奶，这女娃子以后可怎么活啊？您怎么了？林律师，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怎么回事？医生说我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治不好了，也就是这半年的事儿。我不怕死，就是放心不下小雨。李小满，知道你的病情吗？他还不知道，我看他心情本来就不好，就没跟他讲。林律师，我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如果他再坐牢，小雨就真的成孤儿了。小满，他扎针吗？肯定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每个月打零工，挣不了几个子儿，除了买酒喝，剩下也都交给我家用了，哪儿还有钱？那没事了，大妈让我再想想办法，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真的吗，林律师？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会尽全力去查。离开李小满家中后，我回到了律所，又拿起了案卷开始逐页细看。案发经过：2014年11月15日23:30分许，被害人王志强在其位于金桂花园别墅区的住所内遭遇入室抢劫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2楼窗户破窗入室，使用绳索将被害人配偶孙俪捆绑，并控制于主卧内。随后在1楼客厅与被害人王志强发生激烈搏斗，致其死亡。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劫取现场财物若干，包括现金、贵重首饰及电子设备等，经初步估算，财物价值人民币约15万元整。现场勘验情况，案发地点位于金桂花园别墅区8号3层独栋别墅建筑。命案现场位于该建筑1层客厅区域，被害人尸体发现于客厅沙发东侧地面。经法医初步检验，死者头部、胸部等多处有可见外伤，其中头部钝性外伤为致命伤。现场未发现作案工具，推断凶器已被犯罪嫌疑人携带离开或另行处置。关键物证经现场勘验及法医检验，而在被害人王志强指甲内提取到皮肤组织样本，经 DNA 检测比对，与公安部全国 DNA 数据库中编号为 X 的样本信息完全吻合，该样本对应人员为李小满。此外，现场提取到黑色棉质纤维若干，经纤维成分分析，初步判断可能来源于犯罪嫌疑人着装。证人证言主要来自被害人妻子孙丽。案发当晚23点30分左右，她正在卧室里看电视，突然听到楼下有动静，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冲进卧室，便用绳子将她绑了起来，然后下楼与她丈夫发生打斗。她听到打斗声和惨叫声，然后就安静了。约1个小时后，她挣脱绳索并报警。孙丽无法提供犯罪嫌疑人的详细特征，因为对方戴着帽子和口罩，但她记得那人身材中等，大约1.75米左右的身高。我查看了李小满的个人信息，身高确实是1.74米，与证人描述基本吻合。我继续阅读，发现了几个细节。11月17日下午3点，刑警在李小满家中将其抓获。李小满当时正在家中睡觉，身上有浓重酒气，这一点让我有些困惑。一个刚刚完成重大抢劫杀人案的罪犯，怎么会在家里安然睡觉？而且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物证，凶器、赃物、作案衣物都没有，这样干净的处理手法似乎不太寻常。作案动机方面，李小满出狱后生活困顿，经济状况极差。据邻居们反映，他对富人怀有仇恨，心理加上酗酒导致的心理失衡，具备了作案的主观条件。作案时间方面，李小满无法提供11月15日晚上的不在场证明。根据他自己的陈述，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对所做的事情完全不记得。而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妻子发的微信语音：“你啥时候回家？我爸妈过来吃饭，又问起你的工作，怎么样了？这个案子有把握吗？”我盯着屏幕，不知道怎么回答。岳父母一直担心我的工作，这个案子如果再不成功的话，还是先别想那么多。我重新抛开杂念，我重新看向案卷，几个疑点浮现出来。1. 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物证。2. 李小满案发后在家安然睡觉。3. 15万财物和凶器去了哪里？虽然疑点重重，但 99.99% 的 DNA 证据就摆在那里，这是推翻不了的科学证据。突然，我想起我刚当上律师时，父亲对我说过的一段话：有时候表面的证据可能会误导我们。我曾经处理过一起证据确凿的铁案，所有的证据全都指向嫌疑人，后来却发现嫌疑人确实不是真凶，只是在案发前曾经和死者有过接触。讲到父亲的话，我眼前一亮。如果李小满真的和死者在案发前有过接触，那是不是可以推翻一切现有证据？现在的调查有2个方向：一是查找李小满当晚的具体行踪；2是寻找李小满和王志强可能的接触点。如果能证明李小满和王志强在案发前有过接触，那 DNA 证据就有了合理解释。随后，我在金桂花园小区门口停下车，向保安说明来意。保安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听说我是律师，态度还算配合。案发当晚小区的安保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管理不算太严，主要靠住户自己的安全意识，外人要进来也不算太难。那边有个土山，从那里可以直接翻进小区，绕过门井。那劫匪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应该是的。而且王老板家的窗户被撬开了，现场有撬窗的痕迹。我记下了这个信息，准备一会儿去看看那个土山和王志强的别墅。在保安的带领下，我来到了王志强家。整个别墅已经被封条封了起来，显然女主人如今也不在房里。王老板家平时怎么样？经常有人来访吗？很少有外人来。王老板做生意的，偶尔会有一些商务伙伴过来，但都是开好车的，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倒没什么特别的，王老板平时也不怎么出门，挺低调的一个人。就是最近这1个半月来的客人比以前多一些。有时候我巡逻到那边，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很大，不过也正常，做生意嘛，谈合同什么的难免激动。你是说声音很大吗？也就是偶尔有1、2次听到什么项目合同的词，但我们当保安的也不能多管闲事，反正都是开好车来的，应该都是正经生意人。我继续询问了一些细节，但保安也说不出更多有用的信息。随后我按照他的指引，来到了小区旁边的那个土山。这个土山不算高，但确实可以很容易的翻进小区。从这里到王志强家的别墅，距离也不算太远，而且这里比较隐蔽，晚上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我在土山上转了一圈，发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志强家别墅的情况。如果有人想要踩点，这里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位置，但这需要是事先了解地形，绝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到的。我把李小满的照片给保安看了下，他摇头说没太深的印象。我又问他要了王志强妻子的电话，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小本子。这是业主联系方式，但你可别说是我给的，我这把年纪了，可经不起折腾。我理解他的担心，在这个案子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惹上麻烦。但有时候，真相就藏在这些小心翼翼的缝隙里。随后，我拨通了王志强妻子的电话，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约好时间。我便来到了医院，见到了受害人的妻子。说明来意后，他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你为什么要帮杀人犯辩护？他杀了我丈夫，他该死！我理解您的感受，孙女士。虽然我是被告的律师，但是在弄清事实、还死者一个真相这件事上，我和您的立场是一样的。现在看来，李小满虽然最有可能是凶手，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点需要弄清楚。如果真的有隐情，岂不是让真凶逍遥法外？你想知道些什么？孙女士，我想确认一下案发当天您丈夫的行程。那天我们中午11点出门，和飞云科技的张云夫妻在聚鼎轩用餐，因为老王要和张总谈一些合作上的事情，聊得比较久，下午快2点左右才出来，差不多2点20回到家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出门。我又把李小满的照片给王志强妻子看了下，他摇头说，那天晚上闯进来的男人戴着口罩，他也不能确定。事情似乎陷入了无解之中。之后我又来到李小满家中，了解到11月15日李小满白天的行踪。当天正是李小满妻子的忌日，李小满当日12点左右正在上坟，王志强夫妇只在中午11点、下午2点期间在外。公墓距离是有30多分钟的车程，距离市中心和城南的金桂花园更是要起码1个小时的车程。李小满如果是上午12点从家出来，下午2点离开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和当时正在市中心聚鼎轩用餐的王志强有什么交集。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线索，王志强指甲里的 DNA 不可能是案发前意外沾到的。回到事务所，我把调查结果告诉了老吴。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找到李小满和王志强接触的任何证据。根据调查，案发当天下午，李小满在城北公墓上坟待到2点多，而王志强中午和客户吃饭后02点20分就回家了，两人完全没有接触的可能。小林，我早就说过，不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而那些疑点并不能推翻铁证。你的调查结果证明 DNA 不可能是意外接触，那结论只有一个，李小满就是凶手。我明白了，那我还是按保守策略进行吧。这就对了，申请精神鉴定，强调家庭情况，争取从轻处罚，这是对当事人最负责任的做法。下午，我再次来到看守所会见李小满。小满，你还能回忆起当晚的什么细节呢？根据目前的证据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其他证据，申请精神鉴定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精神镇定？是的，失去妻子和孩子对你的打击太大，长期酗酒也影响了你的精神状态。如果能证明你在犯罪时精神异常，可以争取减轻处罚。算了吧，李律师。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在为你争取活路。我早就没有活路了。从我老婆死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死了。现在只不过是把这条命还回去而已。我这样活着也没意思，拖累我妈和女儿。我就是个废物，保护不了老婆，现在又要拖累家里人，早点解脱也好。看到他完全沉浸在对死亡的渴望中，我知道必须要用更强烈的方式唤醒他。小满，你母亲病了，很严重的病，医生说可能只有半年时间了。什么？我妈她
他怎么了？是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扩散了。他一直瞒着你，不想让你担心。如果你死了，那你的女儿怎么办？这一刻，李小满像一座承受了太多重量的大坝，终于崩塌了。我不想死！那眼神里重新燃起了火光，眼中不再是绝望的灰烬，而是求生的烈焰。林律师，我想活下来，我想抱抱小雨，想孝敬我妈，想在月如的墓前告诉她，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那你必须帮我找到真相。你能再仔细想想那天晚上的事吗？林律师，我真的没有杀人。我虽然喝得很醉，但我发誓我没有杀任何人。那你必须努力回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任何细节，任何片段都可能是关键。李小满用力点头，开始拼命回忆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很难受，喝了很多酒。出去买酒的时候，我已经快走不稳了。然后呢？然后我想起了我老婆，想起了我们没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活着没意思，就想找个地方结束自己。你去哪里了？我只记得走啊走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小满，你必须仔细想，任何能回忆起来的细节都可能有用。他把头埋下去，使劲揉搓着一头黑白相间的乱发，似乎拼命在回忆着。消毒水。什么？我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很浓的消毒水味道。你确定吗？确定。那个味道很特别，很刺鼻。看着他真沉的眼神和因为激动而颤抖的双手，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手背上的针孔。你最近有没有去过医院打针？没有，我从来不去医院。还有什么吗？他又想了很久，但是最终也没能再提供其他线索。我站起身来，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消毒水和手上的针孔，这两个碎片拼起来，指向了同一个线索：医院。回到事务所，我刚准备查找附近医院的地址，老吴就走了进来。小林，精神镇定的申请准备的怎么样了？吴主任，我发现了新线索。李小满回忆起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手上还有针孔。我想去医院查查。小林，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万一这真的是突破口呢？突破口 ？DNA 证据摆在那里，你还在玩侦探游戏？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调查上，你就不用干了。说完，老吴转身就走。我明天就要看到精神鉴定申请。随后门重重的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想起老太太的眼泪，又想起小女那双清澈的眼睛。或许老吴说的对，但如果不试试，我会后悔一辈子。明天就要开庭了，我决定亲自去各大医院查一查。我走访了4家医院，都没有李小满的入院记录。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而当我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车时，这已经是5家。说明来意后，护士在电脑里查到记录。11月16日0点15分，因急性酒精中毒入院治疗。这一刻，时间却仿佛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除了心脏剧烈的跳动声，一切都安静的可怕。11月16日0点15分，这几个数字像是在嘲笑所有人的愚蠢。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熟悉这一行数字，那正是当晚案发的时间。那他什么时候离开的？这里没有正常的出院记录。按理说，这种情况需要观察到第2天上午。不过那天晚上急诊室很忙，可能是病人半夜醒来自己走了。经过一番周折，医院保安部门同意协助调取监控。11月16日0点15分，监控清楚地显示急救到达医院，李小曼被担架推进急诊室，完全昏迷不醒。救护人员从李小曼的钱包里翻出身份证，给她做了登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一直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接受治疗。凌晨3点15分左右，监控显示李小满开始有了动作，似乎意识在恢复。凌晨3点40分，一个关键画面出现了，李小满摇摇晃晃地从病床上坐起来，看起来仍处于半醉状态。3点43分，李小满走出医院大门，
消失在监控范围内。见证据清晰，我将视频凭拷贝，开始前往调查。现在我有了完整的时间线：一、救护车11点58分到达现场；2、0点15分送到医院；3、从11点58到凌晨2点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4、凌晨3点40分左右半醉状态下离开医院。这意味着在案发时，李小莫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王志强家。李队，我发现了一些重要情况，我把调查结果详细告诉了他。李队长听完后，脸色变得非常严肃。你的意思是说，李小满有不在场证明？是的，而且是铁一般的证据。医院的监控录像、急救记录、医生、护士证词，都能证明他在案发时间根本不在现场。那 DNA 证据怎么解释？李队长思考了一会儿。我需要咨询一下专家。很快，他带着我找到了秦主任。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生了2次转移，那确实是可能的。如果急救人员的手套或器械上沾有一个人的生物样本，然后又接触另一个人，的确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这种可能性大吗？很小，但确实存在。关键是要看当晚的急救情况。你的意思是，如果是同一个急救人员，先接触了李小满，再接触王志强？理论上是这样。我心中一动，立刻想到了什么。等等，我需要核实一个情况。我掏出手机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几分钟后，我挂断电话。我刚才查过了，当晚救治李小曼和救治王志强的，确实是同一辆急救车。同一辆车？是的，救护车在送完李小满到医院后，紧接着在0点47分又接到报警，前往金桂花园救治王志强。如果是这样，那2次转移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急救人员在处理李小满时，可能接触到他的皮肤细胞，然后在检查王志强伤情时，又接触到死者，导致2次转移的发生。会议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一个看似铁证如山的案件，竟然存在如此重大的疏漏。第二天早上，我逐一展示了证据。秦主任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详细解释了2次转移的科学原理。值班护士也出庭作证，确认了案发当晚发现李小满的经过。审判长面对如山的铁证，最终选择了沉默。15分钟后，审判长的声音在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钟声一样庄严。被告人李小满无罪。3个月后，李队长打电话告诉我，王志强案的真凶找到了。这是一起买凶杀人案，王志强的商业竞争对手雇佣职业杀手，伪造成入室抢劫，为的就是掩盖真实动机。半年后，春天如约而至，李小满来到律所找到我。林律师，我妈前几天去世了，临走时脸上还有笑容，她走得很安详，她一直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要不是您为我争取，我现在可能已经……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是我们彼此拯救了对方。